我们的频道这个历史系列好像还蛮多人喜欢，看的人没有很多，但是很踊跃，都看完了。对，互动很踊跃，那个 view duration 很高啊。今天我们就来继续一个历史系列 ，OK？ 那今天来探索一个美国的一个伟人，这个人看见了未来，而且付出了心血，把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比尔盖茨，当然他不是唯一这样子做的人。对，那在历史上呢，开创了这个新的市场的美国人非常非常的多，不管是富兰克林，还是莱特兄弟，还是 Rockefeller 之前讲过的那个，对，这些人在历史上面都是实践他们美国梦的一个人。现在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创造历史，例如像说 Steve Jobs，还有 Bill Gates， 还有 Elon Musk。Steve Jobs。对，好，就是他曾经创造的历史。OK， 这就是很多美国人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呢，在20世纪的中期，没有人比这个人编织的梦想还要更庞大，还要更精确，而且还要更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人就是 Abraham， 华特迪士尼 ，Walt Disney。OK。What's up, everyone? This is Mr. Nice Guy. Welcome back to PHC.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讨论一下 ExpressVPN。ExpressVPN 呢，就是讲快就忘记要讲什么。Brain fart。现在目前市面上最稳定而且最快速的一个 VPN 服务。如果说你不想要你的政府或者是你的这些大公司或者是诈骗集团窃取你的网络上的个人资料的话，现在就要马上下载一个 ExpressVPN。然后现在呢，底下有一个 link， 有60天的免费的服务，赶快使用。没错，这个非常非常重要。OK， 回到我们的故事。OK，Walt Disney 死了之后50年，他的名字还是吃力不摇的，在全球现在有 Disney Plus 的这个商业帝国的尖端。没错，现在别人想到什么最大的公司，麦当劳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迪士尼了 ，Disney 了。OK。Disney 呢是在 Missouri 这个州一个小家庭长大的 ，OK，然后他在1923年的时候呢，他来到了好莱坞，他只带了1箱的行李，还有1支铅笔，然后他还带着其他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有一起看过他的伟人传的一个电影？没错，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想法，一个用卡通人物来探索人性弱点的一个想法。他一开始是用漫画的方式去进行的，对不对？在报纸上面画一些漫画，然后之后没有他那些东西只是为了要让他可以去做动画，去做报纸的那些画画，只是为了要他因为那个比较赚钱。对。或许现在听起来很明显，就是这些卡通可以来探讨人性的弱点，那而且没什么稀奇的。但是你会这么想，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他帮忙创造的一个世界中。就像我们现在觉得智慧型手机是一件很平常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20年前，光是光是15年前就好了。对，我们用的都是智障手机 ，OK， 都是黑金刚。对，也没有黑金刚啊。我爸用的，我爸他用那个卡车压不坏的。一开始的时候呢 ，Disney 跟一般的企业家一样，什么东西都是要自己做。对 ，OK， 然后他一个人身兼多职，然后要写剧本，要制作，要导演，然后还要作画。请人。对，他那时候没有钱请人。他不是有跟几个人一起？那之后，那大家都知道，就算是现在要制作一个动画，也是要非常非常好多人，对，费时费力的一个工作。之前一部卡通就要好几百张，甚至好几千张的这个单独的图片，因为他是这样子翻，然后那个才可以制造成卡通。对，那但是对于 Disney 来讲呢，这个辛苦工作没什么问题 ，OK， 只要有毅力就可以做。对，他天天吃罐头，天天吃泡面，那时候还没泡面，他只吃罐头 ，OK， 他只能吃罐头。他每个月租一个5块钱美金的一个单间的一个工作室，因为他认为他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呢，没有人可以说服他，他是个智障。就是你只要做下去，就是你的一个概念。那他这个想法呢，是 Disney 这个人接下来这一辈子都会需要的。还有每天要提醒自己，让自己持续这个热忱，还有这个信念，才可以延续。我做的是有意义的，这样。当时在1920年的时候呢，进入好莱坞的门槛很低 ，OK， 明星没那么多 ，OK， 但是竞争却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但是让他突破重围的呢，就是当时出现的有声电影，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动物。
对，好像是他晚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灵感。他的故事你们自己回去看。OK， 我们今天只是讲个大概。在1928年的时候呢，一个汽船威利号 Steamboat Willie 的主角就是 Mickey Mouse。对，然后在上面吹口哨。他其实就看起来是复数。现在看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出来那个在那边开 Steamboat 那个，对，那个就是他第一部。OK， 那一段卡通让 Disney 坚信了他的信念，他相信说这一定有市场，而且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而且这个市场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在1933年 ，Mickey Mouse 已经变成这个世界上家喻户晓最大的一个明星。在那一年 ，Mickey Mouse 这个卡通人物就收到了80万封粉丝寄来的邮件，太红了吧？对，一个卡通人物 ，OK， 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一封。知道你家住哪里啊？神经病！然后在10年内 ，Disney 从一个人的这个单人办公室变成了一个雇佣上千个人的绘画的大型工作室。但是呢 ，Disney 是个不甘心的人，他不是一个容易对自己的成功满足的一个人。OK， 他想要变得更好，他想要做的事情呢，是一个真正的动画长片，真正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不能很好。他需要的是一个史诗的巨作 ，OK？ 他需要的是一个产品。这个电影呢，不能是黑白的，必须要是彩色的。哇！这个电影不只是彩色的，而且还是要会动的，还要一个会动的、会有彩色、有声音的一个艺术品。他那时候根本就是一个 vision 吧，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谁做得出来这个东西？当时只有照片，然后黑白的录影带，照片他都还要自己一个一个上色，而且没有 Photoshop，OK？这个成本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是 OK， 远远超过他之前做的任何的 project 的预算。但是呢 ，Disney 这个人呢，在乎的不是钱，这边就是一个很好，就是你如果为了钱工作的话，你一辈子都不会有钱。钱对于 Disney 来说呢，只是一个达到目的的手段还有方法而已。没错。这部片子是什么呢？就是白雪公主跟7个小矮人。现在看起来其实是还很顺哎，是很厉害的一个作品哎。这部片子花了3年的制作时间，然后在1937年的时候呢，以一个彩色的卡通电影登上了大荧幕，然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他觉得他花的每一块钱，还有每一个晚上的头痛，然后每天的睡眠不足，全部都值得了。之后呢 ，Disney 这个人呢，又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的艺术品，公主系列，这是《木偶奇遇记》OK， Pinocchio， 对啊，然后 Fantasia 幻想曲，然后 Dumbo 小飞象，还有 Bambi 小鹿斑比，那个好感动，那个我没看懂。你说小鹿斑比还是Dumbo？ 两个我都没看懂，我看的时候我还不懂英文，然后我那时候是没有字幕。我那时候是已经有翻译成中文，但到了40年代末期呢 ，Disney 那时候已经很屌了，对 ，OK， 公主系列也 OK 了嘛，对不对？Disney 这个不安于现状，这个我还要再做更好的的创造力又出现 ，OK， 这次呢，他想要的是不一样，他想要给观众一个全新的体验，4D 体验，对娱乐的方法，不是在2D 的荧幕上面，而是有一个长宽高的3D 的世界，他把这个名字叫做主题乐园 （theme park）。在他之前是没有 theme park 这个字的。那跟 Disney 的一贯做法一样，他的想法一定比他的口袋还要深。这个主题乐园会非常非常的昂贵。那他要怎么筹钱呢？他有个计划，他会用他现在所有的资本，包括智慧财产权，包括他整个公司，还有他的这个吸引观众的这个能力，来换取一个未知的收益，来达到这个主题乐园的想法。他跟美国电视的这个3巨头 NBC、CBC 还有 ABC 说他的提议，他会制作一个真人的这个电视节目，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主题乐园建设的经费。首先呢 ，CBS 就直接拒绝了，就是神经病啊，太冒险了吧啊！从来没有人做过，我干嘛要冒这个险 ？OK， 还不知道赚不回来。开乐园的那种要买那么大的地，然后还要怎么样员工啊各方面的，你有想清楚吗？对，就是你每次创业的时候，你所有的朋友都会希望你不成功的那个他们讲法。OK，NBC 回应的就很暧昧。OK，NBC 就说啊，你可以帮忙做节目啊，但是我们不想要花这么多钱呢。那主题乐园实在是没有那个什么，你要找人扮公主跟客人互动，谁想要看这些公主啊？对不对？太蠢了啦这些东西。对，但是 ABC 呢，这个最新的，而且是最不成功的一个电视台，迫切的需要一个节目。OK， 所以说呢，他就答应了 Disney 的这个提议，所以就凭着 ABC 的电视台的资金 ，Disney 建造了他的这个主题乐园 Disneyland 迪士尼乐园，很快就变成 Disney 的另外一个
指标性的作品，成为在这个地球上每个小孩的梦想的目的地。这个说法就跟1955年的时候 Disneyland 出来的时候一样真实，跟今天一样，大家的每个小孩都还想去 Disneyland， 小贝还不会。爸爸，我生日带我去 Disney。爸爸，我生日，爸爸，我考试很好。但是不，你说你就是公主啊，你不需要去那边找公主。可是我想要当公主，我要变公主有朋友。那 Disney 这样子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很罕见，但是在美国却没有那么罕见。在美国的成功的人、创新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有梦最美。因为在传统上，美国人不像其他国家的人，美国人不是依靠政府来成就自己的事业，最好是政府都不要插手他们的工作。美国人依靠的是自己的创造力跟自己的想象力。在美国这个地方，对你的雄心壮志唯一的限制就是你自己的想象力，还有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不好，还有对于这个梦想追逐的这个持续力。如果说你想要你的国家或者是你自己可以像 Disney 一样这样子当个艺术家，而且一个开创历史的一个人，你就不要向其他国家学习，OK？ 就不要依赖政府，国营企业是错误的。就是你不要去想说，哦，我如果做这个，政府可以给我多少补助，然后那个我如果创造这个，政府可以给我怎么样？你先不要想到那里，你只要想到说我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我们上一个那个影片出来之后，然后就有很多人就说，哦，中国什么银行啊，什么多棒多棒，国营企业啊，哪一个是创新的？哪一个是真的创新的？而且其实我认识很多已经很好的一些 businessman， 就是我的客人有蛮多在中国的，他们都是认识很多大官的，他们才能够在这边。如果你不认识任何人的话，你能够做的就是老干妈那样子，很原始的，然后到最后需要宣告你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员，然后这样子你才可以继续保有你的股权跟所有东西，不然你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对，今天这个故事就是 Disney， 他没有靠政府。现在看到了美国所有的大公司都是自己白手起家的，就连我公司现在也就是一个家人，然后他们就是2战后回来之后，他们就决定说，我们之前是在帮做坦克车的油啊什么什么的，那我们现在回来，我们要再重新用。那他们都是自己成家的，然后就这样子慢慢做100年。在其他国家最大的 limitation 就是大公司跟政府的官商勾结，大公司跟政府创造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限制，让你不能创业，创业很难，因为你要申请什么 license， 然后你要什么，现在的汽机油就是这样子。对，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把这个样子的权利从政府的手中移开，让你可以得到自由，让你可以自由的在市场上竞争，而不是必须要服从在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政府扶持下面公司的一个体系下面。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想要传达的想法。感谢大家今天收看。如果你喜欢的话，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帮我们分享出去。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赶快订阅。如果你想要赞助我们的话，在下面也我们的 description 里面有说我们可以赞助我们的方式。想要跟我们互动，你就在底下留言，我们尽可能的很快的回复你。好，那就这样了，下次见，拜拜。